说到二战时期的装甲对抗，不论是实战还是纸面数据，德国坦克似乎总能压过英美坦克一头，尤其是虎式和豹式坦克，更是强大火力与装甲的代名词。前线的美国坦克兵们对虎式坦克自然是垂涎三尺，纷纷吵着闹着要后方的民主兵工厂为他们生产更强大的坦克。然而，虽然1942年底虎式坦克就出现在了突尼斯战场上，但直到2年之后的1944年底，美国才向前线部署了足以和虎式、豹式甚至是虎王正面抗衡的坦克。那么是美国的工业实力不如德国，造不出来合格的重型坦克吗？还是说另有隐情呢？这一切的谜团都要从我们今天的主角 M26 潘兴坦克的身上找到答案。与德国人用虎豹象之类的动物称呼坦克不同，美国坦克一般是用名将的名字来命名的。在潘兴之前的 M3 里、M4 谢尔曼、M5 斯图亚特等都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名将。在 M26 这里还有点不太一样， M26 潘兴是美国人第一个自己起代号的坦克，之前的谢尔曼之类的其实都是英国人给起的绰号，美国陆军官方是不承认的。那潘兴为什么能够单此殊荣呢？实际上，如果要评选美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将军，绰号黑杰克，带领美国远征军打赢一战的约翰潘兴绝对能排到前3的位置。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6星上将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国父乔治华盛顿都得排他后面。那么战绩彪炳的约翰潘兴和美国重型坦克难产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还得从潘兴老将军一战时期的经历说起。1917年，在潘兴的带领下，美国远征军踏上了前往欧洲的运输船，与德国人会猎于西欧平原。和很多人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此时的德军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拿捏的软柿子，美军要面对的是绝望中的德国人最疯狂的反扑。正因如此，一战期间，美国被迫向欧洲投放了超过200万的士兵。俗话说得好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如何为这些士兵提供武器装备和给养，成了最重要的问题。更糟糕的是，在大西洋的碧涛之下，美人鱼没有，德国潜艇倒是有一堆。要跨过大洋，喂饱数百万士兵，还要提供战斗用的武器弹药和燃料，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。潘兴带领的美国远征军可没少在这上面吃苦头。时间来到二战时期，后勤军官们要运的东西就更多了，小到香烟、咖啡、巧克力，大到重达数十吨的各式坦克和火炮，这无疑进一步加大了补给的难度。因此，美国人从武器设计上就开始精打细算，尤其关心能不能高效的跨洋运输，这是潘兴坦克难产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以谢尔曼坦克为例，随着欧洲战场上德军的坦克装甲厚度不断升级， M4 坦克往往在战斗中落入下风，这就迫使谢尔曼装上了76毫米的长管坦克炮，来提升对德军装甲的穿透力。但在这个时候，美国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那就是装了76毫米炮的 M4 在运输过程中会出现空置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原来一艘船能装4辆谢尔曼，由于炮管加长，现在最多只能装3辆了。如果换成潘兴这样的重型坦克，问题会更加的突出。尤其在 M26 上安装的那款长长的53倍镜90毫米 M3 坦克炮，更是占了不少空间。如果要达到谢尔曼那样的运输效率，整个物流系统都要重新设计，代价高昂不说，原本可以迅速送到士兵手上的武器装备也会延误。另外，由于欧洲中部河网密布，许多桥梁根本不适合重型坦克通过，那个时代的架桥车承重能力又普遍比较有限，如果大量采用40-50吨的坦克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机动性问题。考虑到 M4 谢尔曼是中型坦克，比 M4 重了10吨的潘兴自然被归类到了重型坦克。不过潘兴42吨的体重其实也不算真的重，比黑豹还要轻好几吨。也正因如此，由于各国坦克吨位水涨船高，后来的潘兴又被重新归类为中坦。但运输困难并不仅仅是导致潘兴难产的唯一问题，关键问题是美军高层里有坏人呀。1939年，莱斯利·麦克奈尔被任命为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校长，在二战期间负责美国本土的训练工作。同时，工程兵出身的他在装备设计和测试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。他一上任就开始主导编制新的作战手册，他所主编的1941年陆军手册与 M26 的难产脱不了关系。由于麦克奈尔本人有着丰富的炮兵经历，因此他的战术思想基本上以炮兵作战为核心。他认为，由于美军当时的反坦克炮都有着明显的不足，因此最保险的方式是将反坦克武器作为一种防御手段，
构建防御阵地，等到敌人坦克靠近再一举歼灭。从经济角度来看，他的这一主张是非常合理的。毕竟比起坦克和坦克歼击车，牵引式的反坦克炮要便宜太多了。此外，麦克奈尔还认为，通过大量部署廉价的反坦克炮，可以腾出我方坦克，让机动力量更多的投入到进攻行动上去。他的这个想法是超越了时代，还是重回一战的蹲坑战术，我们很难评价。不过，美国军械部的主管格拉迪恩·巴恩斯强烈反对他的说法。这位军械官虽然资历不如老麦克奈尔，却也是一位武器方面的奇才。在他的职业生涯中，参与设计和制造了1000多种武器和装备，其中不仅有希尔曼和潘兴，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埃尼阿克也出自他手。在西班牙内战中，年轻的巴恩斯目睹了德国坦克的强大威力，回到美国就设计了美国第一门反坦克炮。到了二战爆发后，巴恩斯一直努力说服美国陆军，主张采用更强大的坦克，在正面对抗德国的钢铁洪流。例如 M6 重型坦克就是他主导设计的。但由于我们前面提到的种种原因，美国陆军对巴恩斯的重型坦克计划基本上不感兴趣。那巴恩斯就想了，既然你们想要反坦克武器，我就给你们反坦克武器。他先将90毫米 M3 火炮安装到了 M36 坦克歼击车上。结果在欧洲战场上 ，M36 杰克逊大显神威，进可打虎灭豹，退可攻城拔寨，效果十分出色。前线官兵对这杆90毫米重炮更是爱得不得了。美军第814驱逐战车营的 M36 曾创下在 4.2 公里距离上击毁豹式坦克的记录。令巴恩斯无语的是，陆军虽然看到了90毫米炮的威力，但却不想开发新的坦克，而是希望换个防护更好的炮塔，直接将它安装到谢尔曼上。谢尔曼说：“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就一个中坦，扛上76都费劲，扛90毫米还重型炮塔，我这悬挂还要不要了？”实际上，自从谢尔曼定型以来，巴恩斯的军械部就一直在寻找谢尔曼的替代品，但谢尔曼哪里是那么好取代的？从 T20、T23 一直到 T25 和 M27， 巴恩斯脑细胞都快死完了，也没能整出来一个让五角大楼满意的方案，直到一个小意外的出现。1944年6月，盟军登陆诺曼底。7月，麦克奈尔在法国被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误炸身亡。12月，突出部战役爆发。德军试图阻止盟军进军安特卫普，分割包围人困马乏的英美军队。此时，纳粹征服世界的美梦早已破碎，希特勒最后的希望就是在阿登森林击败盟军，迫使西方和轴心国谈判。德国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，可谓是精锐尽出。除了虎式和400辆豹式，还有为数不少的虎王坦克。面对大量装备了88毫米坦克炮的虎式和长75毫米炮的豹式 ，M4 坦克伤亡惨重。在1个月内，德国人击毁了超过800辆盟军坦克。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同型号的谢尔曼。面对这样的战果，美国人彻底急眼了，再加上麦克奈尔已经殉职，重型坦克的部署再无阻力。在巴恩斯的强烈要求下，美军向前线部署了首批20辆潘兴。虽然加入战斗的时间晚了点，但潘兴坦克可以算是二战时期最强大的坦克之一。美国历史学家亨尼·卡特认为，潘兴在综合性能上仅次于虎王坦克，对上豹式坦克和虎式坦克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。1945年2月，巴恩斯亲自带队前往欧洲战场，准备痛出一口恶气，指导坦克兵们如何使用他的小宝贝潘兴。在教学的过程中，他发现突出部战役之后，美军坦克兵已经十分嫌弃75毫米谢尔曼坦克，甚至给谢尔曼上了一个死亡陷阱的蔑称。潘兴的到来让美国坦克兵看到了救星。2月25日，在多尔河河畔的埃尔斯多夫 ，M26 首次与德军交上了火。一辆名为火球的 T26E3 被掩体后的虎式抵近射击了3次，导致这辆 M26 的火炮炸膛，炮手和装填手当场去世。但由于车体十分坚固，这辆倒霉的潘兴很快就被修好，反倒是埋伏起来的虎式坦克在转移中被地上的碎石卡住履带，车主无奈只能弃车逃跑。不久之后，同样在埃尔斯多夫，另一辆 M26 遭到了德军装甲兵的围攻，但在轻松击毁了一辆虎式和2辆4号坦克之后全身而退。后来的照片显示，虎式坦克的下炮盾已经被整个穿透，潘兴上这门90毫米炮的强大威力已经显露无遗。但 M26 身上最知名的还要数9鹰7号的故事。1945年3月6日，美军第3装甲师突入科隆，在美军先前的攻势下，德军主力已经早早撤退，美国坦克兵们得以长驱直入，悠闲地推进到市中心。然而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德军106装甲旅的一辆黑豹坦克没有随着大部队离开，而是在科隆大教堂附近隐蔽了起来。由于盟军的骇人轰炸，科隆的街道上到处是断壁残垣，
2辆谢尔曼的车组都没有看到近在咫尺的豹式。就在这支小队推进到科隆大教堂前的时候，埋伏起来的豹式坦克突然发难，领头的谢尔曼当场被击毁。目睹了黑豹击毁谢尔曼后，随军摄影师吉姆贝茨立刻意识到，用仅存的1辆谢尔曼去对抗豹式坦克，基本上是厕所里点灯找死。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飞奔到一街之外，站在一辆潘兴前大叫道：“有一辆德国人的豹式就在前面！”车长立刻下车，在摄影师的带领下摸清了豹式坦克的位置。虽然潘兴不论是装甲还是火力在正面都不输豹式，但车长还是决定带着 T-26 从侧面摸过去，从黑豹看不到的地方发动偷袭。然而就在这辆潘兴的驾驶员小心翼翼地开到预定位置之后，立刻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此时这辆黑豹坦克虽然屁股对着潘兴，但炮塔已经转了过来，从街角摸过来的 T-26 完全处于他的射击范围内，难道已经被发现了？然而对面的豹式虽然占据了先机，但车长威廉·巴特尔伯尔却犹豫了。由于此前从未见过潘兴坦克，也看不到坦克上涂装的美军标识，他还以为潘兴是德军的什么新式秘密武器。就在他愣神的时候， T-26E3 的炮手抢先踩下了发射踏板，炮弹瞬间撕碎了黑豹毫无防备的装甲板，4名豹式车组成员立刻放弃坦克逃生。或许是因为火炮制退器扬起了尘埃遮蔽了视线，又或许是因为实在太紧张，潘兴又连续补了2炮，直到一道冲天的火柱从黑豹炮塔上方升起，潘兴车组才确信这辆黑豹已经无法动弹了。而这就是知名的 T-26E3 鹰7号的故事。就在鹰7号 T-26E3 击毁豹式的第2天，5辆 M26 组成的坦克排在夺取鲁登道夫大桥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依靠强大的火力和装甲掩护步兵夺取了这座关键的桥梁。不过比较讽刺的是，这几辆 M26 因为太重，无法通过这座受损的桥梁，不得不等待驳船接他们过河。到了4月，一辆搭载了73倍镜90毫米炮的实验性潘兴来到了欧洲前线。为了更好地进行测试，第3装甲师的后勤处还贴心地从被击毁的豹式身上取下了一块80毫米厚的浅装甲，直接焊在了这辆潘兴的炮盾上。这辆披了豹子皮的 M26 就是所谓的 T-26E4 超级潘兴。超级潘兴只有2次有记录的机会，比较出名的是1945年4月21日，这辆 T-26E4 被一辆疑似虎式坦克的战车伏击，虎式的炮弹没有击穿，而这辆超级潘兴只用1炮就引燃了对手的弹药架，坦克炮塔瞬间飞上了天。随着德国和日本的相继投降，潘兴迎来了短暂的休息。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，派往朝鲜的 M24霞飞在 T-3485面前几乎毫无作用。远东司令部紧急从东京军械库里摸出来了3辆无人维护的 M26， 将其编成临时坦克排部署到朝鲜半岛。然而由于维护不足，这3辆坦克在战斗过程中全部出现发动机过热，无法行驶，最终全部自毁。在 T-3485面前，潘兴处于完全的优势地位，90毫米炮所用的高速穿甲弹可以把它凿个对穿，但 T-3485却很难击穿 M26 的正面装甲。但在朝鲜的山地上， M26 的发动机动力不足，不适合复杂地形，因此车组成员不太喜欢它。为了改善潘兴上的动力问题，提高机动性，有800辆 M26 进行了升级，使用了新型发动机和传动装置，并安装了改进型的 M3A1 主炮。而经过一番大改的 M26E2 最终获得了它的新名字 M46巴顿。